俯瞰北京故宫的最佳位置便是故宫北门外的景山。在金代和元代，这边只有座小山，它算是王宫的附属品。到了明代，就把小山堆成了大山，并将其改名为万岁山。现如今，景山公园的南门也叫万岁门，因为这边经常用来堆煤，所以又叫做煤山。这名字大家都熟吧？煤山就是崇祯皇帝自尽的地方。虽然他生前的水平一言难尽，但他以命殉国之后，后人对他的评价马上就上了一个档次。到了清代，这座山又被改名为景山，这个名字也被沿用到了今天。时至如今，此处以景山公园之名对外开放参观。网上资料说它是第5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但我在现场只找到一个北京市的文保牌子。同时，它也是一个人气极高的4A 级景区。因为故宫本身的人气很高，游客从神武门出来之后，立马就能看到景山公园，来都来了就顺便逛逛。那我们今天就把景山公园内的全部看点来逐一看一遍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北京的景山公园，后边就是故宫博物院。这个地方是中轴线上的一个高点，可以俯瞰北京的很多建筑啊，尤其是故宫博物院。来到这儿你不举不行，你举得越高，看得越清楚。好，咱们话不多说，就来一起好好逛逛这儿。我是2023年9月去的，进的是东门，当时的全价票是2块钱。进了东门之后，往北走一段就是关帝庙，这边的彩绘风格一眼明清。仔细一看，发现砖和彩绘要多新有多新，证明这个修缮程度很彻底。不过我相信这座殿的始建年代绝不晚于清朝，因为历朝历代都在宣传忠臣，清朝也不例外。而且清朝不太愿意宣传岳飞，只能加倍宣传关公，所以在皇家园林区建造关帝庙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关帝庙的正殿之内供奉的是关公，两侧从祀的人则是周仓、王府、廖化和关平，这都是以关公为核心的领导班子。现在的东配殿已经被改建为展览馆了，主题则是皇家关帝祭祀展。我们能在这边看到历朝历代对关公的加封记录，其中清代对关公的加封显得尤为夸张，都把帝字用出来了。除此之外，这边还有康熙题写的匾额、乾隆题写的匾额、咸丰题写的匾额、同治题写的匾额，其对关公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。西配殿的展览相对显得单薄一些，这边提到了关公信仰在全世界的影响力，那是对外开拓进取的华人把自己的信仰带到了遥远的他乡。现在我们走出关帝殿，就近来到关德殿，这是明清帝王观看臣子或宗室射猎的地方，比如康熙就曾在此处观看过太子胤禛射箭。说来关德殿的名字起得好啊，它好就好在寓意深远。礼记中有射者，所以观圣德也这一句，所以在这儿观看射箭也就很合理了。我当时去的时候，关德殿的后半部分是关闭的状态，东配殿也是关闭的状态，仅正殿和西配殿是开放状态。正殿之内居然是一个锦绣主题展览，因为空间比较小，所以只能做个初步的预览。我们能在这边看到济南的鲁绣、南京的云锦、苏州的宋锦，还有久负盛名的蜀锦，以及锦官城的来历。而西配殿之内则是一个苏绣主题的垂直展，而且我们不难发现，苏绣不仅做工精美，而且花样繁多，甚至能做出水墨画的效果来。现在我们离开关德殿，往西来到牡丹园。我是9月份去的，所以没什么花，要是4、5月份去，估计会好得多。牡丹园的不远处就是始建于明代的寿皇殿，这位更是重量级。在清代，这边是皇帝供奉祖先影像的地方，当然也有全套的祭祀配置。同时，雍正皇帝还在此圈禁过他的14帝印题，至于老14具体住在哪里，难说。除此之外，雍正还将3个印址也圈禁在这儿了，圈禁地点叫做永安亭。现在这个亭子已经没有了，乾隆修缮的时候就把永安亭给修没了。寿皇殿的入口叫做专城门，这个城门属于是3旋7楼式专城门，上边的7个黄色五殿顶是7楼，下边的3个半圆形门是3旋，这种弧线型的门就叫做旋门。五殿顶下边的额方用的是绿色琉璃瓦，附近的阙体用的也是绿琉璃瓦，垂花柱用的则是黄琉璃瓦。专城门的外边是3个4柱3门9楼的木牌楼，其上覆黄色琉璃瓦，彩绘风格一眼明清。这么多楼的木牌楼，平时还真的不多见。越过专城门之后，能在下一进院落的2侧看到神厨神库。神厨是以前制作贡品的地方，
现在已经改成了展厅，讲的是寿皇殿本身的历史沿革，从明代始建到清代继承，这边都有所体现。此外还有一个极简的中轴线沙盘，这只能大致看看格局，但看不了什么细节。出去的时候要小心台阶里的大树瘤子，别把自己绊倒了。对面的神库以前是存放祭品的地方，我去的时候关着大门，只能从外边分辨出它是一座面阔5间的大房子，而上面窗棂的样式则是3焦6碗纹，彩绘则是红黄配色的。伸出神库的北侧是2个井亭，制作祭品用水的时候就在这边取水。井亭的屋顶也是上覆黄色琉璃瓦，近看像是五殿顶，远看发现其实不是，它上边有个4方小平面，这种屋顶是我们平时不常见的鹿顶。看完这些，我们来到寿皇门，此门面阔5间，屋顶是单檐5殿顶，基座则是汉白玉须弥座，中间则有一处2龙细珠单壁石。走上去之后还能发现好多方天画戟，推测为仪仗用具，不然谁没事上这戳人来。走过寿皇门，能在下一进院落发现清乾隆年间增建的琉璃了炉，上边的屋顶还是歇山顶，这都是焚烧祭品的地方，没什么可多说的。此处的西配殿是一座面阔7间、进深3间的大房子，屋顶为单檐歇山顶，上覆黄色琉璃瓦。如今这里边已经是展厅了，它内部的展品基本上都是寿皇殿区域所发现的文物，在这些文物当中就有好几处乾隆的题字，这些活得长的皇帝留下的痕迹就会多一些。东配殿与西配殿形制相同，它内部的展览则是一个祭祀主题展，而且还对满桌子的祭品进行了还原。所谓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，所以每个正常的封建王朝都很重视祭祀。上面整齐码放的东西是一种礼节，更是一种宣称正统的仪式感。再往前走，能看到一对碑亭，碑亭之内是御制重建寿皇殿石碑，其西侧为汉文碑亭，屋顶则是不多见的重檐8角攒尖顶，另一边是满文碑亭，和这边的差别只是文字有差别，其余的差别就没有了，故不再赘述。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将目光聚焦到寿皇殿的大殿上了。此殿面阔9间，屋顶为重檐5殿顶，下方的台基则被做成了须弥座的造型。如今殿内没单独陈列展览，只是复原了过往的样子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背后的云龙插屏，其颜色是明黄，中间的龙也是正龙，从远处看感觉还挺威武的，只有切近了之后才能看到这龙智慧的眼神。看完正殿先别着急走，它的侧面还有2个舵殿，一个叫做免喜殿，当时是关闭的状态，另一个叫做延庆殿，它们和寿皇殿一样，都是清乾隆年间增建的建筑。看完这些才算是彻底逛完了寿皇殿区域。现在我们准备登上景山了。东侧登山的入口是明思宗卓有简，也就是崇祯皇帝的殉国处。其实清朝的帝王对崇祯帝的评价并不低，所以这个位置能被记下来。不过当初崇祯皇帝用的那棵老歪脖子树已经不在了，眼前的小歪脖子树是后期栽上的。景山的山上一共有1排5个古亭，内中供奉铜鎏金5方佛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，把4个小佛抢走了，留下了一个大佛，不是因为他们善，而是因为他们拿不动。一会儿我们随走随说。第一座亭子叫做周赏亭，这是乾隆年间增建的古建筑，其屋顶为重檐圆形攒尖顶。资料说亭顶上覆孔雀蓝琉璃瓦，实际上在游客视角你很难看到顶端琉璃瓦的颜色。此处原本供奉5方佛中的保生佛，但已经被八国联军抢走了。第二座亭子叫做关庙亭，同是清代建筑，它的屋顶是重檐8角攒尖顶，上边的琉璃瓦颜色同样是很难看到的。不过现在已经上了一段山了，如果不愿意去最高处人挤人，那么这个位置就已经可以俯瞰故宫了。第3座亭子叫做万春亭，这是最高处的那座建筑，有京华揽胜第1处的美誉。其实此处早就有建筑，但现在看到的这座亭子仍然是清代的建筑，这是在原建筑基础上新建的，其屋顶为3重檐4角攒尖顶。虽然屋顶的颜色看不见，但下边的琉璃砖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。这座亭子里供奉的就是那尊八国联军搬不动的毗卢遮那佛，据说也遭到了破坏，但后期又做了修缮。不过我当时去的时候，这边没有开门，就没能见到实物。万春亭的附近就是最佳的故宫俯瞰点，往南侧看就能看到故宫，往西北侧看就能看到北海公园的白塔，这也是一处知名地标建筑。如果往东北侧看，就能看到一大片 CBD 区，
其中有个椭圆形建筑，感觉它就是望京搜狐。我7年前在北京的回忆全都在这儿了。看过风景，我准备下山了。下一座亭子叫做吉芳亭，各方面与刚才的妙想亭完全一样，两者位置也都是对称的。最后一座亭子叫做富览亭，它与刚才的那座周赏亭是对称的，建筑形式和颜色也是一样的。这几个地方以前供奉的佛也被八国联军抢了，所以均不再赘述。下山离开景山公园之前，记得去一趟启望楼。此处本有一座明代建筑，但在乾隆年间被拆除了，并盖起了眼前这座建筑。当时这边是清代学子祭孔的地方，新中国时期也修缮了很多次。如今这边只是偶尔作为展厅开放，不过我去的时候就没能赶上这个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一整座的景山公园。在过往的封建王朝中，景山在好几个朝代中都是皇家的园林，不过它的地位比较尴尬，景观上可能比御花园强点，但比三山五园差远了，差了3、4层楼那么高。但在如今这个时代，当我们穿越故宫中轴线抵达景山公园的时候，突然就会有一种一山更比一山高的感觉。但凡还有体力，来都来了就得上去逛逛。而对于约不上故宫票的游客来说，景山公园更是一个备选的好地方。这里既有皇家园林，又有皇家建筑，更不缺黄色琉璃瓦，甚至还能俯瞰故宫，这也算是看着故宫了。何况这边的门票还便宜，所以每个来北京旅游的游客都可以来到这边登高望远，那些古代帝王看得到的、看不到的风景，都能在此刻尽收眼底，那将成为你旅途中的美好回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